师傅。请问华山派的岳掌门在不在庙里面？请岳掌门出来一见，在下有事请教。在下就是岳不群，请问各位尊姓大名，是何门派？哈哈哈哈哈哈！我以为岳掌门只对辟邪剑谱有兴趣，原来对我们无名小卒同样有兴趣。哈哈哈哈！既然是无名小卒，就不配跟我师傅说话。走。哎，初儿，听说岳掌门收了福威镖局姓林的小子为徒，素闻华山派君子剑岳先生剑术神通，独步武林，所以辟邪剑谱自然不屑一看。所以我们斗胆向岳掌门商借剑谱一看。各位一定弄错了，在下并无辟邪剑谱。哼，不在你这里，在哪里啊？姓岳的，识相的马上交出辟邪剑谱，否则休怪我们手下不留情。大胆狂徒，竟敢在此撒野生事，真不知天高地厚。走！混账，先放过我！哎呀！师娘，岳掌门，你再不住手，休怪我将尊夫人的手砍下来！师傅，师傅，师傅！君子剑岳不群果然武功卓越，名不虚传，要合我们8人之力才能将阁下制服。岳掌门，辟邪剑谱呢？既然你们大家都不相信，只管在下的身上搜查，看看有没有辟邪剑谱。我劝你还是自己交出来的好，万一搜到你夫人和女儿的身上，不大好了。你们信好不信好？我福威镖局根本就没有辟邪剑谱。林公子，岳不群害死你爹娘，偷了你祖传的辟邪剑谱，这种人你还当他师傅？不如改投我们门下，帮你学的一身武林绝学。我爹和我娘是被青城派的于沧海和莫高峰害死的，跟我师父无关。我堂堂华山派弟子，视死如归，要杀杀吧！好，林师弟说得好。没有，梁师兄，原来是嵩山派的丁师兄和狄师兄。呵呵，岳兄，当日你不肯接受左盟主的令旗，盟主非常的不高兴，所以今日特令在下带领狄师弟和风兄上来华山拜访。呵呵，想不到跟你在此狭路相逢啊！原来是嵩山派的朋友，幸会幸会。为之几位高姓大名，何不以真面目相见？我们几个都是黑道上的无名小卒，不值一提。不过在下有一件事，希望3位主持公道。什么事？这位岳先生素有君子剑之称，终日满口仁义道德，可是暗地里却做出丧尽天良的事。真有其事。这位岳先生为了得到林家的辟邪剑谱，居然杀害了福威镖局的林正南夫妇，还假仁假义收了姓林的为徒。其实无非是想将辟邪剑谱据为己有。虽然我们是黑道中人，但是林总镖头每次押镖经过我们山脚，都派人上山送以厚礼，也称得上跟林总镖头有份交情。
今日林家居然被这个伪君子弄得家破人亡，我们基于义愤，才来找岳不群算一算这笔账。五岳剑派一向同气连枝，当中又以嵩山派为首。今天这件事，我们兄弟多人就交给嵩山派处理。依左盟主的意思，华山派掌门之位应该由风不平执掌。既然岳不群今日做出如此卑鄙无耻之事，风先生可以自行清理门户了。岳不群，你极恶太深，罪无可恕，以华山为棍，应当处死。哼！剑宗后人为了争夺华山掌门之位，居然出此毒计。风不平，就算你将我杀了，将来有何面目见华山派列祖列宗？呸！果然是伪君子，事到临头还在做戏。我就送你一程，看你到了黄泉之下，要有何面目见华山派的列祖列宗？住手！根本就没人知道辟邪剑谱在哪里。捉贼见赃，你血口喷人，就算你杀死我师兄，夺得掌门之位，也是难以服众。哼哼，好一个捉贼见赃！照你这么说，莫非辟邪剑谱就在你的身上？如果我搜出来的话，就没有人说我血口喷人了。李师兄，令师兄做盟主，乃是五岳剑派的盟主，武林表率。我华山派托庇于左盟主之下，你就任由这个无耻之徒来侮辱我吗？若非剑宗后人品性低劣，又怎会成为华山派弃徒？你这三脚猫功夫，又何起我师兄出手？就是我这个女流之辈，要不是被人暗算点穴，对付你简直易如反掌。好，你身上有伤，不用打，已经知道谁赢了。好。打完了，可以让我搜身了吧？你慢着！想做掌门，先问我这个大师兄啊！嘿！好剑法，世间竟有如此剑招。你看，风不平每出一招，似乎都有所顾忌。这小子招招后发先至，攻击破绽，取人要害。奇怪，他怎么会这么高的剑法？你这是什么剑法？当然是华山剑法。混账！想不到剑宗后人竟然要运气挥剑，你不如改投我们气宗门下，重新修炼吧。哎呀！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岳不群更加望尘莫及，不知道是受哪位高人的指点。前辈，你过奖了，在下只是侥幸取胜。令狐少侠果然剑法高明，令丁某大开眼界，我们后会有期。
令狐少侠，你剑术高明，令人十分钦佩。你师傅跟你差得远了。依我说，华山掌门之位应该由你来做才对。今日见识了阁下的精妙剑法，本应知难而退。可是我们得罪贵派，日后一定祸患无穷，唯有斩草除根，以多取胜。这8个蒙眼人用的兵器各有不同，使的招式也都不一样。要是8个人同时攻上来，我应该如何招架？对了，独孤九剑的破剑式专破暗器，任凭敌人千剑万弩射过来，只要使出破剑式，便可以将千剑暗器同时击落。不错，破剑式，上！冲儿，挑断他们的脚筋，再慢慢拷问。是师傅。呀！你还不去？是师傅。大家冷静点，大着肩膀一块儿走。灵狐大侠，你还不过来解开我们的穴道？是不是要我们跪下来求你？弟子立刻过去帮你解穴道。师傅，我该解你哪个穴道？哼，不用麻烦你了，令狐大侠。师傅，其他弟子的尸首已经埋葬了。岂有此理！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幸亏大师兄击退了蒙面人，要不然我们就不堪设想了。德诺，你去打点一下，我们就快启程。是，师傅。冲儿。师傅，刚才那8个蒙面人，你认不认识？弟子不认识，我连他们的口音都没有听过。既然你不认识，为什么刚才我叫你挑断他们的脚筋，你不肯？不是啊，师傅。当时我体内的6道真气突然间从丹田涌出来，四处游走，我的手脚好像完全不受控制似的。哼，你倒很会编造故事。师傅。师傅，弟子自幼孤苦，承蒙师父师娘大恩大德收留我，视如己出抚养长大。弟子虽然不孝，但是绝对不敢违抗师命，欺骗师父师娘的。你不敢欺骗师父师娘？好，我问你，刚才你的剑法是谁教的？莫非是神仙在梦中传授？啊！师父，弟子答应过那位老前辈，绝对不能泄露半句。包括师父师娘在内。以你今日的武功，当然不会将师父师娘放在眼里了。刚才的蒙面人也说了，华山派的掌门应该由你来做，对不对？师父，弟子真的有难言之隐。日后弟子自当恳求那位老前辈，若是他允许，一定将全部真相禀告师父，绝无半点隐瞒。好。你起来。谢谢师父。冲儿，想不到你不但剑术好，演戏的本事也非常好。师父啊，师兄，
师兄，昨夜要不是冲儿，我们早就已经全军覆没了。至于是谁传授冲儿剑法并不重要，那位高人已经帮了我们很大的忙。关于蒙面人的身份，我们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的。是吗，爹？大师哥一剑刺下了他们8个，怎么会跟他们有关系呢？师妹，看起来我们用不着上嵩山了吧？既然风不平已经知难而退，我们也用不着急于赶回华山。不错，我准备带同弟子游山玩水，让他们增广见闻。好啊，好啊。灵山，你听见完就这么开心？爹问你，天下之大，我们去哪里好呢？啊，爹啊，小林子的外公在洛阳，不如我们就去洛阳吧。去洛阳？去洛阳也不错呀。也好。平之入门那么久，我还没拜会你外公。我们决定去洛阳，你意思怎么样？弟子父母双亡，仍未禀告外公。如今师父师娘，各位师兄和师姐赏脸来洛阳一游，相信外公一定感到非常的荣幸。那我们决定去洛阳了。大师兄，你没事吧？坐。你觉得怎么样？你要保重啊。你在这干什么？你没跟林师弟他们在一起吗？我看你一个人出来了，身体还没有复原，所以不放心，就跟着你出来了。哎，别再喝了，大师兄，酒能伤身呐。我扶你回客栈休息吧。你觉得好点了吗？好多了。你别再到处走了，早点休息吧。有什么吩咐，尽管叫我。二师弟，让你们这么担心我，真不好意思。大家是师兄弟，还说这种话，早点休息吧。我死得好惨啊！师弟，二师兄啊，嘘，别这么大声啊，小心吵醒大师兄。师傅问你呢，大师兄今天有没有什么奇怪？我今天就一死表清白。冲儿，人生不如是十常八九，你动不动就要死，以后怎么做人？男子汉应该挺起胸膛面对厄运才对。你从小到大，有病有痛，都是师娘一手照顾你的。难道你的脾气我还不清楚吗？你说没有，那就一定是没有。多谢师娘。无论何时何地，师娘都会支持你，信任你。师娘，师娘。听平之说，他这位大师兄剑法如神，世间罕有，一剑就将8个一流高手的双眼给刺瞎了。咦，那8个一流高手，岂不是比那些市井无赖还差了一截？对呀，令狐贤弟，你说对不对呀？啊！既然令狐贤弟的剑术这么出神入化，我也想见识见识华山派首席大弟子的绝世武学。嘿，真不对不起，我令狐冲呢，对你们金刀门的武功呢，真是一点兴趣没有。你哎，不错，我看你只对我外甥的家传辟邪剑法比较有兴趣吧？你这么说什么意思？这还用问吗？你心里明白。听说我三妹和妹夫临终之时，他们身边只有令狐贤弟你一个人呐。是啊，那你还不将辟邪剑谱物归原主，还给我外甥？
是不是林师弟叫你们来问我的？哼，你不叫他自己来问我？你也说了，他是你师弟，怎么好意思问你？我们身为舅舅的，怎么能看着外甥被人欺负还袖手旁观呢？好吧，我告诉你们，林振南夫妇临终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辟邪剑谱。哎，不信算了。哎，你们想怎么样啊？把辟邪剑谱交出来！如果我令狐冲拿了辟邪剑谱的话，就让我万箭穿心而死。你以为随便发个假誓就能骗得了我们吗？不错，除非令狐贤弟你肯让我们搜身，那就真相大白了。你当我是贼呀？搜身！哎，你要自问清白的话，又何惧之有呢？我们要搜不到的话，还可以帮你洗脱嫌疑，岂不是便宜你？好啊，既然是这样，那就请我师傅、师娘还有林师弟出来做个见证。哼，我们一走，你马上就把辟邪剑谱藏起来了，到时候我们再搜，一定搜不到。不错，要搜马上就搜。大哥，你搜。搜到了，搜到了。哼，这次还不人赃并获。